你好，我是廖佩薇。今天我们为您服务的题目是2.0版的暗恋的结局会怎么样？为什么这个题目我会再做一次？因为实在太多人为了这个问题来找我。那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化解，当然你就可以自己化解。最重要是我会比较在意的，我会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你为什么会暗恋他？我今天做了一个个案，他暗恋了一个男生，他对这个男生告了白，可是这个男生拒绝了他，他毅然坚持要跟他守候，放不下他。那在催眠的过程中才发现，原来他投射了一个他从小照顾他的长者在他身上的那个影像，所以他忘怀不了那个感觉，而且那个长者因为已经离开了，所以他更忘怀不了那个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会暗恋。如果能够找到暗恋真正的原因，或许你就可以不用现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感觉里面。因为我相信没有人会觉得，也许有啦，也许有人觉得暗恋是很快乐的。如果有逃避依恋型的人，但是如果是你是一个一般正常比较焦虑依恋或是安全依恋的人，会觉得暗恋实在是太有距离了，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这样子的感觉并不是我们真的要的那个稳定感，所以我才会说回到那个最早的开始，你为什么会暗恋他？那因为我发现现在的人真的很少贴近自己的心，所以你能感觉到就是愤怒、不开心、难过，可是不知道这个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因为太少贴近自己的心了。太少贴近自己的心，就有一个状况会造成，就是说，你可能会常常处在不快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当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你就会紧紧的那个心是被束缚住的，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所以常常会有这种状况。我想我前面讲了这么多泼冷水的话，还是因为我的本来的意涵，还是会觉得我前面讲的这个应该才是重点。后面你跟他暗恋有没有结局呢？我觉得一样，78张牌只有5张牌，所以不要太纠结哦。当然不要跟你讲不要太纠结，可能有点难，应该要跟你说放松点，因为越讲不要你就越纠结，就人就是这样子，所以放松点，让自己感觉到那个抽牌的乐趣，而不是要抽牌的结果，好吗？好，我们现在一样有5张牌卡。在讲暗恋的结局2.0版，所以如果有出了新的，旧的就先不要测了，就测新的吧。前面这5张，你慢慢的看，慢慢的感觉，不急哦，慢慢来，什么事都可以慢慢的来。好，我当你选好了，我想你也选好了。从你的第一直觉开始想，当你开始有犹豫，表示你就非常在意这个结果，所以反而牌卡会乱掉，真的会乱掉。好，那我就开始一一解释了。如果你抽到的是3号，也就是说对方应该是有其他的人了，你暗恋他只是让你自己伤心而已，伤心，懂那个伤心的感觉吧？就是说你会觉得他不是属于你的，所以你纵使不管怎么暗恋他，你都会有一种觉得被遗弃、被背叛、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他心不是完全放在你身上，也不会放在你身上，你常常会有一种伤心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抽到这张牌，我想应该是一个经常才处在负面情绪的人，而你暗恋的这个对象，可能是因为他给了你其他不一样，可能比较正面，或是可能比较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所以你填补了你心里那种常常负面的情绪的感受，可能是这样就因为它只有78张牌5张，所以我简约的说明一下，也许那如果你抽到的是1号牌，恭喜你，不好意思，不能讲恭喜，因为没有绝对的好跟坏嘛那也就是说，你跟他会有新的开始，而且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新的开始。那种新的开始会是一种，不会只是暧昧，它就是很明确的。但是你要小心的注意点，就是说，不要再因为了这段感情有了太多金钱上的付出，
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在抽到1号牌卡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如果你觉得可能要花很多钱，或是在他身上要付出很多钱，我想你可以稍微停下来休息一下，仔细想看看要继续吗？不然其实抽到这张牌，暗恋的结局是有可能的，而且极大的几率，所以你可以试试看。接下来，如果你抽到的是2号，可能你会把很多男士的一些礼貌当作是他对你有感觉的一种符号，也就是说，有些男生他真的只是绅士风度，有些男生他可能真的可能只是他的习惯，有些男生他可能不由自主，没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做的这些动作都可能。所以你把它夸大想了很多，所以他告诉你说不用再想了，因为再想下去辛苦的是你所以可以就不用再继续把它放大。因为有些时候女孩子的小剧场真的很多，我不能否认我自己也会啊。有些男生很 gentleman 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心花会稍微有点小鹿乱撞一点，但是那个时间可能要很快回来，因为抽到这张牌卡的人，可能对方对你真的只是一种礼貌，或是真的是他一种习惯，把自己的心拉回来，你会发现，实际上真的他可能对很多人都是这样，他只是他的一个习惯，好吗？也就是不要想太多，想太多变成一种负担。接下来，如果你抽到的是4号，他告诉你说这件事情是你自己有一点点自己束缚了自己，实际上他并不太会有什么结果。那这件事情也是你自己愿意束缚自己的，他也没有想要对你有太大的牵连，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你让自己困住了，让自己解脱出来，好吗？解脱出来那种渴望被爱的感觉，我可以了解那种渴望被爱的感觉，我真的可以很了解，因为每个人都会，我们每个人都深深的希望在这里得到被肯定、被爱、被完整的感觉。但是如果为了自己好，你可不可以选择一个我是清楚的看到自己真的喜欢，而不是因为可能某些你自己的投射，或是你的幻想去想了很多你可能不是真实的存在的事情，那个小剧场无限的放大，只会更加的束缚你。好好的把那个力量拉回来，因为当别人不爱你的时候，别人没有真的把心放在你身上的时候，能不能把心往内看，做自己最好的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自己可以肯定自己，但是这是需要练习的。练习不是每天对着镜子说我好帅我好美，因为这表示你就是因为不帅不美，你才需要常常这样提醒自己。怎么练习呢？这是非常长的议题，所以我觉得有空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谈谈这样的议题。我觉得常常在做那种什么自我催眠的练习，对自己帮助并不大，好吗？自我肯定是一种练习跟自己的心隔离开的感觉，这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所以它是蛮长的一个议题。接下来抽到如果是最后的一张5号牌，那我可以跟你讲，你暗恋的结果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也就是说，他最后如果你愿意好好的跟他相处，在这3个月里面，在这我大概都说1个月吧，1个月这695张那他可能可以愿意跟你有亲密的关系。健全的爱实际上要建立在3个上面，一个是激情，一个是承诺，一个是亲密感。我想他对你的亲密感是到最后会是有的，对你的承诺也是有的。至于激情呢，就要看你自己的经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完整的爱，有没有在你身上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如果你的暗恋这3个都不具备，也就是连喜欢都没有了，就是最亲密的感觉叫喜欢，就像朋友一样很亲密，就是喜欢而已。那如果没有激情，也没有承诺，真的是够不上爱的感觉，你有吗？如果你真的对这方面非常困扰，你想解脱，可以建议你做催眠，但是它是长期的，你有意愿
觉得这个和意愿有关。如果你对金钱上面是真的很舍不得，也就是你的内在空间里面可能对金钱上面是觉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于长期这样的课程对你而言可能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跟挣扎，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我觉得有些时候对自己好一点，并不是买了很多漂亮的衣服给自己。美丽是一件最廉价的东西，因为人都会变老的。我相信你也不愿意在有一天像很多明星整形整到，我想你都看得出来，看得他出来很怪。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所以美丽真的是廉价的，因为它有一天一定会衰老。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的心跟智慧，在这边跟你一起努力，好吗？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欢迎你机会在我的諮商室里面看到你。我的营业时间是早上11点到下午5点。